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哦，我是威玲，好久不见，我差不多应该快2个月没有上任何的影片了，因为这2个月我就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对，就是我4月的时候呢，完成了我博士班的最后的口考，所以就代表其实我已经从我的博班毕业了。终于4年的旅程就是这样子结束了，然后紧接着我5月就是我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完，我爸妈就来美国找我玩了，所以我一整个身心灵都充满着就是忙，然后中间过程还去了夏威夷一趟，然后还搬家什么的，然后终于到这个礼拜的有一点小时间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博士班的心路历程。如果你也有考虑想要出国，不论是去哪一个国家念硕士啊，或者是博士，或者是你只是单纯很好奇一个博士生的生活大概是长怎么样，那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你一点参考。所以我就找了我最好的朋友来帮我拟问题，就是 ChatGPT， 我请他问我就是10个有关于PhD 留学生活相关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也算是我自己如果当初在选要读博士班可能会有点好奇的一些观点跟想法这样子，所以我就决定来回答。那首先 ChatGPT 问我的第一题是为什么决定要念博士班，然后当初有没有挣扎过。那我那时候硕士班念的呢是健康管理，因为我本身是护理系的背景，然后出国之后非常想要念一些有关于管理阶层方面的知识，所以那时候我也投了很多有关于健康管理的一些职位。然后我在念硕班的时候，因为我对老人非常感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做的主题是那个无家可归的人，特别是老人，那政府跟医院可以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到底为什么这个状况会发生在社会上？为什么我们即便做了很多政策啊，或者是各种管道的帮忙，都还是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当我不断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另外一条路，就是念一下博士班，然后看有没有办法激发我更多的灵感来解决这个议题。那时候跟的硕士的指导老师，他非常鼓励我念博士班，所以这就是我博士班的开始。这样，下一题 ChatGPT 问我是从硕士接到博士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差非常的多。就是硕士我在念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种觉得我像是个大学生，就是去上课交报告，上课交报告，上课交报告，写专题，就这样。我没有所谓的毕业年限的压力，反正我觉得2年一定会毕业，除非你被当掉。但到了博士班就是完全不一样，选老师到你选你的课题，你选课什么的，全部都要自己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要怎么规划你自己的时间，你每一学期的计划是什么呢？你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研究怎么样？我觉得整个博士4年就是一个训练你自己更加独立思考跟为自己发声的过程。我觉得这是跟硕士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第3题 ChatGPT 问我的是美国博士班到底在干嘛？我前面2年主要都是很疯狂在修课，他们有一些基础的课你修完之后当然就是自由发挥，但是学分数还是有要求的，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学分数你才可以毕业。博士班不是只有修课，而是你一方面还要做研究跟发表，然后去参加conference 拓展你的人脉这样子。第3、4年就是开始进入一个准备我的论文的计划，在第2年把课全部修完之后，我就考了一个资格考。那 preliminary 这个资格考呢，每一个科系或学校他们的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像我的话就是考了一个5天的笔试，就是写申论题，
然后口试你要去回答老师看完你这5道题，他们觉得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一些想要再跟你更深入讨论，你就会在口考那一天做一个答辩。那当你 preliminary 资格考过之后，你就会变成博士候选人，那这时候你就是开始准备你的 proposal 就是有点算是你的论文计划书，就是我要必须跟我的委员们还有我的指导师跟他们说我的论文会长成什么样子，然后请他们提交就他们的建议啊，或者他们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做改善的。那你 proposal 完之后呢，你就开始疯狂的写论文，暗无天日。你那时候人生唯一的光明就是把论文写出来。那当所有的老师们就是大概看完你的论文之后，就是最后的 final defense 论文的成果报告。那在你考完之后呢，委员们跟老师会讨论一下，最后就是决定你能不能毕业。大概就是讲这样子。那我们来到第4题啦。ChatGPT 问我说，刚开始有语言或文化上的挑战吗？因为我前面2年硕班就已经在这里念书了，所以语言上的挑战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我觉得文化上是有的。我不是一个非常敢勇于表达我自我的想法跟建议的人，我很习惯听别人叫我做什么。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everybody， 但是我就是个乖乖牌。对，我觉得非常习惯人家告诉我要做什么。所以刚开始我的老师在跟我面试的时候，然后问我说，所以你对什么感兴趣？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就是我会以为老师你不是会给我一个主题吗？发现没有是我自己要想一个主题，这样不论这个主题有多烂多不切实际，我都要讲出来。但以前的我会在内心一直觉得天哪，我讲出来也太丢脸了吧，我觉得讲了可能会被抨击。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博士班训练我的除了研究方面的能力之外，更加训练了我就是勇敢说出口。我觉得外国的文化就是你只要在大基础上有礼貌的讲，有礼貌的问问题，大家都会非常愿意的听你说。当你不愿意去说出口，大家就不会发现你，大家可能就不会知道说其实你是有问题的，或是大家不会知道说你其实是有想法的。然后我倒不觉得语言是个问题，因为语言就只是个工具。我曾经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跟我讲，就是你也不想想看，你是用第2语言在跟他们讲你可以会2种语言，这边有多少讲英文的人只会讲英文？然后我就突然也觉得也是，就是我用英文的目标只是要让对方大概听得懂就好了。对，我没有要怎么样，就算我连讲中文跟一个中文母语者讲话，对方都不一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我何必那么在乎？只要你愿意说出来，你都会发现其实你的想法一点都不烂。下面一题 ChatGPT 问我说，在博士期间最崩溃的一次是什么时候？让我最崩溃应该是第2年，就是我在准备我资格考的时候。我觉得这跟我的个性有点关系，就是我非常不喜欢在正事或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上有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当我已经定好我的 timeline 的时候，一定要照着我的时间点发生所有一切的事情。如果当中有一点点改变，我就会觉得超级的不开心，而且我会变得很沮丧。我的资格考其实被 delay 了半年吧，我本来第2年的暑假我就要考过了，但是我延到了我第3年的春季。对于我来说，不是只是单就一个考试被延迟，我自己的计划全部都被延迟。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崩溃与伤心。我会觉得前面2年我是不是干了白工？我前面跟我的指导师这么认真的在准备资格考什么的，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我其实在浪费我指导师的时间？为什么我今天提出来之后是被打枪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很伤心，而且我真的是沮丧到一个我没有办法跟我的指导师开会，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看到他的脸，仿佛象征着我就是个失败者。即便其实我就知道说，其实我再准备一下就可以考了，然后老师们其实也没有针对我个人，他们就是希望我可以再更优化一些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就是对我个人的一个失败的象征，所以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怎么走出来呢？我觉得就是时间
我发现我必须要成为一个更有弹性的人，去接受所有的计划不一定会照着我实际想象中的发生，跟我不应该觉得我今天被拒绝考资格考是对我个人的一个失败的标签。我应该要去想的是我可能真的还有哪里可以再补强。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有其他人点出来了，那我就去加强就好了。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毕业后再回来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最后还是考过了。如果你现在也有深陷一点低潮，然后你觉得很挫折、很悲伤，千万不要气馁，因为你1-2年后，你甚至5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一片小蛋糕 ，piece of cake。它没有造成你人生任何的损害，你也没有因为这样子丧失什么，你知道生命啊，你也没有浪费钱，反正就只是时间往后挪一点。如果是更好的时机，这样我们就捡到了。所以就是我真的是要来鼓励所有的人，可以让自己很难过，但是想想1-2个月后的你，1年后的你，2年后的你，5年后的你，回去想这件事情，还会这么悲伤吗？如果根本就是一个piece of cake， 那我们就是往前走，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我的手。好，上一题，指导老师真的有比较自由吗？还是其实压力更大？我只能说，我觉得自由归自由，但是自由的反面就是你要自律。我的指导老师并没有非常的那种 control， 就是你要完全照着他的意思走。没有，我的指导老师偏向就是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只要讲得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他都会让你走。但是当你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或是你在寻求一些建议的时候，他是会给你建议的。但是通常的话，他会希望我自己先想一下，然后告诉他我的想法，然后他再来跟我分享我的想法。那在最终的决定都还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那压力的大小，我就觉得见仁见智。下一题呢是留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这一题的答案会跟我前面讲的很像。第一个就是你真的要勇敢讲出来，勇敢的展现自己，不论你是什么样的状态，都会有人喜欢你。然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学会不断的肯定自己，不要内耗。你会很容易把别人给的一些评论成为这个人对我个人的评价。但我现在就开始我觉得说不行，我要用理性脑来处理我感性的这部分。到底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没做好吗？如果真的是我没做好，我可以怎么样改进？那如果不是我的问题，我们就结案，不要把所有别人给的评价都一路的收进来，不需要，因为你的脑袋瓜还要想很多的事情，你还要想你今天早餐、午餐、晚餐要吃什么，等一下去超市要买什么东西，那今天还要追什么剧，明天要交什么报告，你这样想这么多的事情了，所以大家放轻松，这是我不断在告诉我自己的，也希望就是在荧幕前面的friends 朋友们，你们也这么鼓励自己好吗？加油！好，问题8，毕业后你打算做什么？会留在美国吗？对，我继续留在美国啊。下礼拜就是6月16号要开始上工，那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当一个美国社畜的感受是怎么样。那如果你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我也会回答给你们。问题9，给想要来美国或国外念博士的人，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我想说的是，就是不论你今天抱持什么样的心态要来国外念书，我都觉得只要你 ready 好，就勇敢出发。即便现在的局势非常动荡不安，然后有很多未知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念。但你说我推不推荐来美国念书呢？我觉得这都是见仁见智。我在美国的经验还不错，但不代表你过来也会还不错。所以我就觉得不要想那么多，你今天想要出国念书，想要出国工作，就勇敢的去。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体验，当你没有去体验过的话，你对它都是无限的幻想跟疑惑。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必须要实际去体验过，你才会知道这中间的感受。
所以就是真的是看个人。那你只要记得，就是不论你到哪里，只要努力让自己发光发热，你就会是最好的自己。勇敢追梦。最后一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ChatGPT 真会问，他问说：如果有机会，你还会再念一次博士吗？不会，一个就够了。但是我会不会后悔念博士这个决定呢？不会，我很开心我来念了，体验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跟职涯的一个规划，跟多了一个选项，所以我并不后悔。但是要不要再念一次？暂时先不要，请让我开始赚钱，成为一个可以好好赚钱、好好花钱的人类。谢谢。好，那今天我非常粗浅简单的10题博士 Q&A 问答就到这边结束啦。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出国念硕士、博士啊，找工作、生活适应的问题，都可以欢迎在底下留言。那我也即将要开始我的新生活，所以后面都会开始陆续分享我的新工作的生活，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追踪我的频道，开启你的小铃铛，也非常希望拜托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 虽然我 po 超少，但我后面会继续努力的。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啦。